哎呀呀，麻烦现在的闺蜜啊，你都对得起闺蜜这个称号吧？你们不是劝离婚就是劝分手，你真的是人家好朋友吗？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闺蜜闪婚啊，她劝人家冷静，结果呢，人家把她给拉黑了。她今年35岁啊，未婚，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，38岁了也未婚，是一名会计。这5·1啊，出去旅游认识了一位30岁的男士，就小了8岁嘛，工程师啊，两人认识了3天确认关系，谈了1个周就开始同居嘛。这个月呢，人闺蜜就跟她说，哎，两人领证了。听得她是一愣一愣啊，觉得不可思议。她就劝着闺蜜啊，一定要冷静的想清楚。哎，这闪婚的结果呀，它就是闪离。人闺蜜说自己已经领证了啊，不可能离婚的。说这个闪婚呢，她也不一定会不幸福呀。哎呀，她就脑子缺根弦，给人举例子。哎呀，谁啊，闪婚不久就离婚了。听得这闺蜜也挺上火的，回去就给她拉黑了。说两人以后不再是朋友，不再联系，把这姑娘给气的啊，好心没好报啊，不听劝早晚黄。听完，哎呦我去啊，有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啊，这话没毛病。那结了婚的老爷们儿啊，有关注我的，你们想想自己周边有没有这类闺蜜的经验啊，我就不多讲了。这种闺蜜真的是有毒啊，打着为你好的名义，处处看你热闹。人家都38岁了，这个年纪能遇到个头婚还小了8岁的，你管人是不是真爱？反正人家就是比你命好。人都领证了，你还去说人家坏话，给人拆台，你咋就那么膈应人呢？咋的？就得找个差不多年龄的啊，离婚拖家带口的，你就觉得舒服了呗？还是拖到40岁没嫁出去，你作为闺蜜你就开心了是吧？她跟我解释说呀，闪婚太快了，没了解一个人就结婚啊，这婚姻肯定不靠谱。哎呀，可拉倒吧啊！婚姻靠不靠谱，它不是时间问题，那是人的问题。有多少3天也领证的，过的人家也很幸福呀？有多少3年领证的，照样有很多过得一地鸡毛的。有些闺蜜你们要听清楚啊，这人教人呢教不会，事教人呢一遍就会。她过得幸不幸福，自然有这件事情来给她结果教她，你就少管了。人家就算撞了南墙不回头，也跟你没有关系。她说我不放心，哎呀，毕竟是我的好朋友啊，我不希望这个闺蜜跳火坑。我听着就觉得忒假了吧？你啥心思你自己琢磨。好的闺蜜啊，也没你这样的。你替人家想想，以她这个条件，在相亲市场上都没有多少头婚能够要的了。拜托呀，38岁了，说点现实的，同龄离婚的男人，但凡条件好一点的，都想找个30岁的。你闺蜜是不会变老，还是家大业大能躺平3代的？就这年纪能遇到个小8岁的小伙子，哎，个子高，长得还帅啊，不嫌弃他年龄大，还愿意跟他领证的，你问问多少男人敢这么做的？人小伙子相亲市场是缺人吗？那张爱玲说过那啥啊？我忘了，反正人这种爱情，显得你搁这中间当好人了啊。人俩人都领证了啊，搁这喜事跟你说呢，你怎么就那么丧么人啊？闪婚还得离的。这姑娘听了就开始说啊，这男人这不好那不好啊，又是长得丑，又是家里条件差的啊。哎呀，听得我都很烦。就算他过得不好，那狗血剧情啊，那被出轨了，被嫌弃了等等，那是他自己的决定。你担心呢，我理解是出于情分，但是你别逾越你们的关系。他是38岁，不是18岁，也不是88岁了。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，他要做什么样的选择，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他不是没有权衡利弊过的。你怎么就敢说人家遇到这个就不会幸福啊？婚姻啊是2个人之间的事情，过得好的话，别人可能会知道为什么，但过得不好，旁观者也未必清楚的。所以啊，奉劝那些老婆嘴啊，安分守己一点，多管管自己，别到时候手伸的那么长。更何况你闺蜜是满心欢喜的跟你分享结婚喜悦的，希望得到祝福的，这个时候聪明点，送上自己的祝福，她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陪伴，不是你掺和一脚啊，弄得你自己也里外不是人的。哎呀，我就烦这种人，烦死了。老阿姨，我从事这么多年的婚恋行业啊，今天一次性给你们唠明白啊，相亲圈里是有些默认的规定的，不会相亲的好好看啊，以后呢我不会再讲了。哎，长话短说，咱们来好好听。相亲1个月还搞不定对方的呀，这1年啊你也搞不定了啊，该下一个就抓紧下一个，不排除真的慢热，但是最多不要超过2个月。俩人刚开始加微信啊，这个聊天不宜过长，2到3天最多，抓紧见面。见面之后呢，对方对你如果爱答不理，哎，聊天呢也不热情，基本呢那就凉凉了，人家就是不喜欢你，不用猜啊。没见面之前的聊天啊，聊得越好越没有用，你喊宝贝都没有用，早点约出来见面啊，看对方是否会因为你的长相和感觉啊把你给 pass 掉了。相亲啊，不要傻呵呵的去问人家，哎呀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你对我感觉怎么样啊？对方喜不喜欢你，多问问自己。你和他约会了几次，他给你回复信息的速度，见面呢是否让你牵手，身体啊比语言更加诚实的。相亲啊，尽量少说话，多听听。哎，对方说什么你认可尊重就可以了，千万别反驳啊。
男人呢一定要避免夸夸其谈，一味的去夸赞自己，对吧？要尽量的含蓄低调。女人呢尽量去避免一上来就问男人，哎，你家有车有房没有？这些物质条件。男人要礼貌举止得体，女人要懂得给男人面子。相亲见面呀，这个洒脱自然一点，不要去想那些结果，越紧张越客气，这事就越慌。结果无所谓，不成啊，再有下一位嘛。相亲对象如果长相、经济条件都比较好，但是超过30多岁了还是未婚的，一般呢都是比较挑剔，是有原因的啊。高不成低不就，实际条件和他们在一个水平的对象啊，往往入不了他们的眼。男人呢，你如果条件在中等偏上，给你个建议啊，最好是选择长相过得去，但是头脑要清楚，言谈得体，有礼貌，情商较高的女人，不要只看脸了。女人呢说的没感觉啊，不是你为人不好，而是你外表长相、经济实力、社会地位、文化程度和社交能力啊，各项指标都不咋地。女人呢也是看脸的啊，而且比你想象当中呢还要重要，基本都是属于看颜值的。尽量让自己的颜值啊最大化，提升自己的衣品。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，它真的可以决定90%的成功率。男人身上一定要香一香，可以增加很多的好感，男人魅力值。我给你们推荐一款淡香水型的赫恩冷水沐浴露啊，薄荷加冰块，还掺杂着蓝风铃的花香，那女人心中的这个理想初恋白月光啊，就这味道。相亲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你坐在女生对面，身上还有着薄荷和蓝风铃的清香香味啊，随着体温散发呀，哎呀，那种若隐若现的味道，直接就可以把女生给拿捏的死死的。特别是在点餐的时候啊，拿着菜单呀给她看，或者是拉近一点距离啊，看吃哪一个的时候，这清香能够让对方的荷尔蒙直接冲头啊，好感度不唰的一下就起来了吗？姑娘整天要求的阳光少年啊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好感度直接拉满。气味好闻呢，桃花运才会更旺啊。男生后背不是很容易长螨虫痘这些吗？这款沐浴露啊，它的清洁效果是有权威认证的，一瓶直接满足男生对清洁、除味和除香的3大需求。用上这个不仅能加快荷尔蒙的散发，在相亲市场上还更受欢迎，还能让你的皮肤呀更加顺滑。他家呢还有舞者和极地2款。舞者呢是花果香，会让人很容易的联想到活力、爱笑、性格很好的男性啊。极地这一款呢是淡淡的古龙香，一闻呢你就知道是成熟男人的魅力。如果相亲啊，我是建议你啊，冷水香和古龙香一起入手，不同场合你都能用得上，也可以啊替换使用。每一次见面啊都有不同的小惊喜，优惠券啊给你放在评论区了，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下手，然后约会或者相亲的时候啊洗一洗啊再出去。男女最佳的结婚年龄啊，基本都是在25到30岁，城市越偏远啊，结婚年龄都会越早。无论男女，如果你经济实力和长相一般，年纪大了都会很难找对象的。所以相亲趁早不趁晚啊，不要对自己的车房收入啊遮遮掩掩。相亲市场上不要去考验对方，有车有房就明说，年收入可以保守一点，但是不要相差太大。明码标价是相亲市场上的操守。不要让对方知道你是长期频繁去相亲，甚至相亲过很多次，这就意味着你的价值是比较低的。相亲市场呢拼的是心态，本质上呢是在比谁的短板少。相亲市场上的顶层都是一些事业有成的大叔和养眼的年轻姑娘，其他人呢多少都是有着自己的短板。入场之前先给自己打个评分，然后呢心态放平，做好随时被嫌弃的心理准备。最后送大家一句啊，这个市场上面爱而不得是常态，不要总是因为失败而难过，大家都一样的。哎呀，相亲最痛苦的莫过于是给大龄男女交对象啊，因为你就不知道他们随时会因为点啥干一仗。我给一对大龄男女交对象啊，相亲5个月呀，男方呢是吃喝拉撒全管了，满心期待去表白，女方回复呀，哎呀不好意思啊，我对你没感觉，气的男方是撂挑子不干了，没感觉你早干啥去了？舔了你5个月呀啊！你说你这良心不痛吗？大姑娘一句，我只有看到你的表现，我才能知道有没有感觉，对吧？于是呀，这男士一纸诉状向我讨个公道。男方是92年的啊，今年31岁，985本科，在国企工作，年收入10万左右，父母是农村的，市里好不容易交了个首付啊，这个贷款买了一套房子。女方呢32岁，比男士还大了1岁啊，身材保养确实挺好，2本这个本科院校啊。私立学校当老师，年收入在7、8万，没车没房，父母也是农村的，还有个弟弟。刚见面啊，两人的聊的确实不错，印象也都很好，反馈也都很积极。见面之后啊，这男士一有时间就主动约这个女方，带她是吃喝玩乐啊，送她小礼物，花了她也小几千块钱了。
姑娘呢都不拒绝。按照这个节奏啊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概率啊，它是非常大的。但随着认识时间变长啊，男方啊就开始有些不太满意了。因为每次都是他主动约这个女方，女方从来不主动找他聊天或者是约他。另外啊，这么长时间了，约他也有个十回八回了，每次都是男士买单，女方从来不主动表示，那这意见啊，他就比较多了嘛。上个月呢，这个男士就想着，哎呀，认识这么久了，该确认关系了吧？他就主动在过马路的时候去拉这个姑娘的手，结果人这姑娘无情啊，直接把男士的手给甩开了。男士当时就觉得很尴尬呀，主动问这个女方，你是不是不喜欢自己？人这姑娘说啊，你人很好，就是现在呀，我没太有感觉，再相处看看，好吗？就这样又追了1个多月呀。昨天啊，这男士就想着啊，这不端午节了，就买了一堆东西啊，给女方送过去，到他楼下嘛。结果人女方出来拿东西就要准备走啊，男士拉住这个姑娘，就表白啊，说自己啊喜欢你很久了，愿意去真心的待你，希望你能够做我的女朋友。这个姑娘呢，听完也是原地啊考虑了一下，转身跟这个男士说呀，我对你啊还是没有感觉，要不你别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，你去找别人吧，也别耽误你了。这话一出啊，男士就问啊，怎么刚认识的时候你不说呀？追了5个多月了，我都给你花了那么多钱了，你说没感觉？这姑娘听了也不满意啊，嫌他态度不好。你追求别人总是要付出成本吧？我也付出了5个多月呀。再说我们俩刚认识，我怎么有感觉？我只有相处一段时间才能够发现你对我好不好，我再看看有没有感觉吧。就这样啊，男士气的是1把多给我买的东西啊，转身就走。姑娘也很生气啊，在后面就喊着，就你这样的娶不上老婆活该。气的男士也怼他哈，你嫁不出去也是你活该。好了，回来呢就给我打电话。听完呢我也是服了啊，5个月呀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打赢3大战役了，胜利在望，你5个月连个女孩子的手都没牵上，你这是大智若愚吗？我后面打电话给这个姑娘，我也生气啊，人男士追了你5个多月，你给拒绝了，于情于理你也得给个说法吧。他说呀，自己一看到男士就没有那种爱情的冲动。哎呀，听得我是真的无语啊！你都买来猪了，你才见猪圈，你早干嘛去了呀？你都这么大人了，白耽误这半年啊！这姑娘说呀，我也浪费了半年呀，这谈恋爱哪有刚一见面就确认关系了？哎呀，听完我说啊，你挑你选啊，这事没的问题，但你不能不喜欢还吊着别人吧，这事就不对了呀。他说我没吊着，我就是感觉没感觉，我就是想考察看看呀，这有问题吗？我问他你想要什么感觉啊？他说呀，想找一个有领导力啊、有见识、有阅历、还见多识广的人，尤其对那种一本正经侃侃而谈的人，就特别容易两眼冒星星。我劝他，哎呀，你快别冒星星了啊！这种男人啊，不止你喜欢，那谁听了谁不喜欢呀？这种男人同龄的早就结婚了吧，还等你捡漏呢。就算你能遇到他，你能 hold 得住他吗？你有那抗风险能力吗？你都32岁了，相亲也有3、5年了，为啥一直就没有合适的对象？你心里咋就这么没数呢？我看你是多大的屁股就穿多大的裤衩子，老老实实的找个合适的就行了吧。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，没感觉坚决不将就。哎呀，这女人说的没感觉啊，一种呢是你的外表长相、经济实力啊、社会地位、社交能力等等各项指标都不咋地，没有吸引她的点，也就是说呀，是条件不行，人也不行。第二种呢，就是你条件还行，但人不行，要么你长得磕碜啊，不咋地，嫌你丑嫌你矮，要么你就是你不大会撩她的情绪，不会和女孩子说话呀。那有些女人就评价你，哎呀，情商低下头。这种呢，她就不太舍得放弃你，因为你条件好呀。答应在一起啊，心里又觉得憋屈，因为不喜欢你啊，他就开始权衡利弊了啊，看能不能遇到更好的呀，先拖着你，或者能不能产生喜欢你的感觉。遇到这样的，给自己设置一个止损点，最多2个月，如果不同意啊，就抓紧放弃，千万别有幸存者偏差。哎呀，万一这个人同意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万一和我在一起了怎么办啊？别做梦啊！前1个月的相处已经决定了99%的概率，越往后越不可能，除非啊这人类灭绝就剩你俩了。好了啊，下课。